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球哥说。从上个赛季的表现来看，太阳队的三巨头组合显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甚至可以说这次尝试是失败的。至于是否能在最失败的三巨头组合中竞争一席之地，那还得看太阳队接下来会如何调整和优化阵容。拥有凯文杜兰特和德文布克的太阳队本应具备足够的火力和潜力，但他们显然还缺乏一些关键的组成部分。理想中的太阳队需要的其实是一个强力的内线球员，以及一名具备出色组织和控球能力的控卫。尽管内线球员方面，太阳队已经有了约瑟夫·努尔基奇，这为他们的内线防守和进攻提供了支持，但控球后卫的位置却显得尤为重要。在德里克·保罗在队时，太阳队的表现还是可以的。保罗不仅是球队的组织核心，还具备了丰富的季后赛经验。然而，急于追求短期成效的太阳队管理层最终选择将保罗交易出去，引进了布拉德利·比尔。谁能想到这笔交易几乎将太阳队推向了困境？回顾过去的赛季，比尔的表现是有一定数据支持的。常规赛场均 18.2 分 4.4 个篮板和 5.0 次助攻，季后赛场均 16.5 分 2.8 个篮板和 4.5 次助攻。这些数据在普通控卫中确实相当不错，但考虑到比尔的薪水高达4674万美元，他的表现就显得不够令人满意了。作为曾经的全明星球员，比尔的高薪和实际表现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这使得他在场上的发挥显得不够称职。而且比尔的表现不仅仅在场上未能达到预期，他的伤病问题也严重影响了他的赛季表现。上赛季比尔由于伤病因素只参加了53场比赛，这使得他与杜兰特和布克的化学反应严重不足。实际上三人同场时的表现远未达到预期，显示出他们之间的配合不够默契，彼此之间的兼容性也显得极为不足。更为棘手的是，比尔的合同情况对太阳队构成了重大困扰。目前比尔还剩下3年的合同，而且合同中包含了交易否决权，这意味着除非比尔自己愿意，否则太阳队几乎无法将他交易出去。这种局面对于太阳队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意味着如果比尔不能恢复到他在奇才队时期的表现，那么未来3个赛季里，太阳队将可能面临无法引进大牌球员的窘境。球队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将受到严重影响。当然，如果比尔对现状不满，想要主动要求交易，那对太阳队来说无疑是一个相对积极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球队能够寻找到合适的交易方案来重新调整阵容。而且最近有媒体提出了几种潜在的解决方案，建议太阳队说服比尔接受交易，从而改变当前的困境。美媒提供了2条相对不错的交易方案，这些方案可能为太阳队提供了机会，让他们在未来的交易市场中重新获得竞争力。第一条交易具体如下：太阳队得到哈里斯·巴恩斯、凯尔登·约翰逊、朱利安·尚帕尼；马刺队得到布拉德利·比尔2026年次轮签，2枚2023年次轮签。如果这笔交易真的能够实现，无论对太阳队还是马刺队来说，都将是一个积极的结果。对于太阳队来说，将比尔交易出去，意味着他们将拥有更多的选择权，无论是继续争冠还是进入重建阶段。比尔的合同和交易否决权让太阳队在未来3年内几乎没有灵活性。如果他继续留在队中，球队将难以做出有效的调整和引援，因此将比尔送走可以让太阳队在未来的操作中拥有更多的自由和选择，帮助他们更好地规划未来，无论是提升竞争力还是重建团队。另一方面，对于马刺队而言，这笔交易将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性补强。马刺队的重建已经接近尾声，他们现在正处于需要取得实质性成绩的关键时刻。球队已经拥有了天才新秀文班亚马和经验丰富的克里斯保罗，如果再能够引进一名全明星级别的球员，那么无论是老将带新秀还是冲击季后赛席位，都将变得更加现实。比尔现在目前依旧保持着全明星级别的实力，在保罗的帮助下，他将不再需要承担组织进攻的重任，这些任务可以交给保罗去完成，比尔只需专注于得分。这种角色的变化对比尔来说并不陌生，他曾在奇才队担任类似的得分主力，加盟马刺队也能够发挥他的特长，因此这笔交易对于比尔而言可能也是一次积极的改变，为他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平台。总的来说，这笔交易对双方来说都有潜在的好处。太阳队能够解脱现有困境，重新规划未来，而马刺队则有机会通过引进比尔提升球队的竞争力，加速球队的重建进程。如果交易成功，双方都有可能实现他们各自的目标，为未来的赛季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第2条交易具体如下：太阳队得到查克拉文、尼古拉·乌切维奇；公牛队得到布拉德利·比尔、尤瑟夫·努尔基奇2026年第2轮选秀权，2031年第2轮选秀权。从这个交易筹码来看的话，太阳队确实是吃亏了，但是急于争冠的他们却还是值得拼一拼的。在薪资方面，比尔和努尔基奇的总薪资略高于拉文和乌切维奇的总薪资，然而从数据表现来看，拉文和乌切维奇的综合表现显然优于比尔和努尔基奇。过去一个赛季，努尔基奇的表现相对平平，场均仅能贡
贡献 10.9 分、11.0篮板、4.0助攻，而武切维奇则表现得更加出色，场均 18.0 分、10.5篮板和 3.3 助攻，明显优于努尔基奇。在个人数据比较中，武切维奇无疑占据了优势。此外，从拉文和比尔的对比来看，尽管拉文也遭遇了一些伤病困扰，但他场均 19.5 分的表现仍然好于比尔。比尔上赛季的数据是 18.2 分、4.4篮板和 5.0 助攻，虽然表现不差，但作为一名年薪4674万美元的全明星球员，这样的数据显然无法令人满意。因此，从个人数据表现上来看，拉文和武切维奇的整体表现更具优势。从对球队的帮助性来看，比尔在与杜兰特和布克的兼容性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尔是那种需要大量球权来发挥自己优势的球员，而杜兰特和布克都需要球权来发挥各自的攻击能力。这种情况导致比尔在球队中的角色受到限制，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过去一个赛季，比尔和杜兰特、布克的配合效果不佳，这直接影响了比尔的表现和球队的整体表现。虽然拉文也需要一定的球权来发挥，但他的薪水远低于比尔。如果拉文的表现和比尔相差无几，太阳队在薪资上的支出显然会更具性价比。尽管拉文在过去的赛季表现有所起伏，但相对于比尔，他的薪水水平更为合理，且拉文具备相当的得分能力和潜力。此外，武切维奇在内线的表现无疑会为太阳队提供更多的支持，他在篮板球和进攻方面的贡献会提升球队的整体实力。对于公牛队而言，引进比尔虽然可能会对他们的重建计划产生一定影响，但他们获得了2个选秀权，这对于处于重建阶段的球队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资产。选秀权在重建过程中具有很高的价值，可以帮助球队未来引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进一步优化阵容。比尔的合同虽然年限较长，但对于公牛队来说，他们仍然可以围绕比尔进行一些进一步的交易操作。比尔在球场上的表现仍然具备全明星级别的实力，公牛队可以通过交易将他作为核心球员引入其他支持性球员，从而重新调整球队的结构。此外，公牛队手中的选秀权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交易选择，允许他们在未来的交易市场中拥有更大的灵活性。总结来说，这笔交易从多个角度来看都有可能为两队带来好处。太阳队通过引进拉文和武切维奇，有望在争冠路上进一步提升实力，而公牛队则通过获得选秀权和比尔，能够在重建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和选择。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这笔交易都为两支球队提供了新的机会，助力他们实现各自的目标。